朋友们，你知道电影是谁发明的吗？我想任何一个普通的电影迷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电影摄录机。的确，美国的档案馆和世界各国的电影学校的教学资料里也是如此记录着。1800年代末的1888年，爱迪生正在试验一种仪器，可以使用留声机来记录和再现运动中的事物。但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电影之父可能是一位叫做路易斯·勒普林斯的法国男人，或许你会说，真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学校的教科书不是这么写的啊。那么现在让我们先放下过往的经验，从头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个故事。1890年的9月16日星期一下午，这个叫做路易斯的男人做了一个决定，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路易斯踏上了由法国地荣开往巴黎的一趟列车，他的兄弟阿尔伯特向他挥了挥告别的手。阿尔伯特也是最后一个见过路易斯的人，就此路易斯再也没有出现过。当然，我们后来所学的教科书对此也只字未提。路易斯的消失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路易斯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经由巴黎见过老朋友，再直接返回美国。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普林斯·惠特利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个纽约大厦的剧院，用于向世界展示他伟大的发明——电影机。另外，与路易斯一起消失的还有随身携带的最新版本的电影机、相机和投影仪等行李物品。发布会的消息也已经全美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路易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在前往巴黎的火车上突然销声匿迹？后来他的儿子阿道夫为什么会和爱迪生对簿公堂？对簿公堂不久之后，为什么又会突然死亡？今天我们就一起观察这起风雪云诡、疑窦丛生、影响整个电影史走向的世纪案件——电影之父的消失之谜。鼓励大象马上开始。1841年8月28日，路易斯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他的父亲是法国陆军的一名炮兵少校和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路易斯曾在他的父亲好友、摄影先驱路易斯·达盖尔的工作室度过一段时间。根据 BBC 所陈档案显示，路易斯早在10岁之前就接受了一些摄影和化学相关的课程，后来前往巴黎攻读了艺术化学和物理专业。1866年，路易斯搬到了英国利兹，受邀成为一家名为惠特利的黄铜铸造厂担任代理人。在那里，路易斯结识了艺术家伊丽莎白·利兹·惠特利，并于1881年与其结婚。不久之后，夫妻两个和他的孩子们就搬去了纽约。路易斯夫妻在纽约开办了一个应用艺术学校，主要教授的内容就是把彩色的照片绘制在金属和陶器上面，当时被人们称为全景绘制。也正因为如此，路易斯时常为那些身临其境的艺术作品感到兴奋。有一天，路易斯对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说：“如果我能让这些画面动起来就好了。”这不就是说嘛，发明可能就是一拍脑袋的事情。1885年，路易斯开始研究动态影像，并发明了一种由16个镜头组成的相机，那个时候应该还不叫做电影。在克里斯托弗·劳伦斯1990年制作的纪录片《失踪的卷轴》中显示，路易斯的女儿玛丽回忆说，当时只有15岁的玛丽早在1886年就曾看到父亲在他的工作室的墙上投影动态图像。不久之后，路易斯的升级版本单镜头相机也被研发出来。据路易斯的太太回忆，就在初代版本16个镜头的相机被研发出来不久，托马斯·爱迪生曾出现在路易斯在纽约的实验室。当时，爱迪生似乎对路易斯的这个发明并不感兴趣，他形容路易斯的发明是会动的小玩意儿，不以为意。1886年，路易斯为他的16个镜头相机申请了美国专利，其中包括了重新措辞的以允许使用单镜头版本。1887年5月，路易斯返回了利兹家中。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此举是为了躲避那些可能窃取他作品的人，因为路易斯的太太伊丽莎白曾撞见过尾随至家中的间谍。按照伊丽莎白采访中对孩子们的说法，就是你们的父亲刚刚发明了一些完全不为这个世界所知道的东西。
1888年中后期，路易斯把自己关在了利兹伍德豪斯巷160号的一个车间里，闷头开发他的单镜头相机。除了他的助手兼木工弗雷德里克·梅森，谁都不允许打扰。据梅森回忆，1888年10月14日，这里需要大家记住这个日期，咱们稍后会用到。这一天，路易斯突然兴奋地跳了起来，大叫着：“成功了，成功了！”梅森说，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就没见过路易斯这么奔放过。1.9米的路易斯兴奋得像个孩子，因为作为发明家的路易斯平时性情温和，非常平静，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激怒他。路易斯一边手足舞蹈，一边叫来了他的儿子阿道夫，并用刚刚试验成功的单镜头相机记录下来了后来被人们称为若德花园以及路易斯儿子阿道夫演奏手风琴的系列镜头。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相机，就是当年路易斯实验成功的单镜头电影相机。它由桃花心木制成，重约40磅，旁边有个手摇曲柄，可以在镜头和快门之间手动移动感光纸。目前陈列于英国国家科学与媒体博物馆的展台。我们从画面上已经很明显的可以分辨出，这台相机的使用与后来我们使用的照相馆相机非常相似，只是这台相机能够重现录制现场的动态影像。随后不久，也就是路易斯为其儿子拍摄完成手风琴动态影像之后，路易斯又拍摄了另外的一些短片，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影像。画面上出现的人，其中一个是路易斯的女婿和另外一个朋友在花园里散步。年龄稍长一点的是阿道夫的祖母，她于短片拍摄后的10天去世了。这一事实也得到了官方的验证。不过目前路易斯还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放映这些电影需要一种更为耐用的材料。路易斯在纸上和玻璃上保存的影像极易损毁，且不易重复放映，最终采用了明胶玻璃胶片，并于1889年用于拍摄和投影。1890年3月30日，路易斯对他的设备进行了早期的非官方的演示。投影放映了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的一组动态影像。巴黎国家歌剧院的秘书费迪南德·莫比森在一份宣誓书中发誓说：“我亲眼目睹了放映机的功能。”甚至引用了对这个系统的完整研究。在这份宣誓书中，还提及了爱迪生当时并没有公开展示他的电影。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记住了一个日期，1888年的10月14日，也就是路易斯实验成功第一个拍摄他的儿子阿道夫手拉手风琴影像的日子。你知道吗？爱迪生最早发布的电影也是直到3年后的1891年才被拍摄完成。而此时的路易斯已经完成了他的摄影机在美国和英国的专利注册。现在看来，人们能够保存和观赏到的最早的电影作品，应该就是《若德花园》这部作品了。1890年的夏天，路易斯给纽约的同事写信，他与他的家人将一起返回纽约。他打算9月回纽约，他将公开且正式地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发明和这段时间拍摄的电影。此时的路易斯估计是兴奋到无以言表了吧？他知道他已经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财富密码，即将成为百万富翁。同年，路易斯在法国和英国分别获得了涵盖单镜头电影摄影机在内的发明专利。路易斯计划在纽约公开展示他的电影作品，这些专利也就可以合法的公布了。那么，世界电影史上，路易斯也将合法的作为电影摄影机的发明者占得一席之地。尽管路易斯为了伟大的发明不被他人所欠，路易斯从纽约搬回法国的家中，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890年9月16日下午2点37分，路易斯在法国蒂荣拜访完他的弟弟阿尔伯特·勒普林森后，就登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根据伊丽莎白的描述，路易斯随行的行李是一个黑色的手提箱，手提箱里除了一本书，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文件。当时路易斯还在进一步调整他最新的专利作品。路易斯的助手弗雷德里克·梅森在路易斯失踪几十年后曾告诉记者，不仅路易斯失踪了，手提箱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路易斯所有的努力。也就是说，路易斯的弟弟阿尔伯特成为最后一个看到路易斯的人。路易斯失踪后，伊丽莎白和助手梅森进入了路易斯的工作车间，发现路易斯用于在美国公开展示的备用机器已经安全打包。但遗憾的是，
根据美国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失踪案中涉及当事人的财产，任何人，甚至连配偶也没有权利使用失踪人员的专利，必须失踪年满7年后，他的法定继承人才可以继续使用当事人的权利。换句话说，这将意味着路易斯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等到1897年才能将路易斯的发明商业化。如前所述，爱迪生于1891年拍摄完成了他的首部电影作品，并于1894年放映了这部电影作品。我们所学的历史信息也告诉我们，爱迪生经常被认为是发明电影动作相机的人。路易斯并不在我们所学知识的范围内，也正因如此，爱迪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卷入了一场为争夺电影之父的官司当中。首先，爱迪生是个足够聪明的人，他拥有影像方面专业的知识。他曾经在路易斯的实验室目睹了初代机器的设计理念和成品。其次，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根据已经形成的专利作品逆向复刻一个产品，并不困难。所以，路易斯的妻子伊丽莎白认为，路易斯是被托马斯·爱迪生雇佣的人绑架或杀害了。据说托马斯·爱迪生是个很自负的天才，如克里斯托弗·劳伦斯的纪录片中所述，他时常能够把别人的想法变成自己的专利。尽管他很成功，他也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他甚至毁掉了很多竞争对手。就像世人皆知的，爱迪生用更合适的材料研制了白炽灯，而发明灯泡的人并不是他。而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灯泡就是由爱迪生发明的。爱迪生非常擅长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专利权的问题，他经常声称他们正在侵犯他的专利。利用杠杆原理，爱迪生从中赚了不少钱。他周围的不少人都会不无讽刺意味地说，他的大部分钱及证据，试图证明是他的父亲路易斯发明了电影机，而不是爱迪生。但爱迪生以阿道夫是路易斯的儿子所提证据，并不能支撑电影摄影机就是由路易斯发明的为由，坚称自己是电影机的发明人。即使路易斯早在1886年就为他的16个镜头的相机申请了美国专利，其中包括了重新措辞的以允许使用单镜头的版本，但美国的法官最后还是以重新措辞后的以允许使用单镜头的版本，信息并不详实，只能算是附加条款，不足以支撑就是单镜头电影机的发明人的论证为由，驳回了阿道夫的诉求。阿道夫上诉出具了1888年10月24日前后由路易斯亲自拍摄的系列电影，并出示了祖母的死亡证明。画面中出现的那个老人就是影片拍摄10天后才过世的，试图证明路易斯制造的单镜头相机与1888年拍摄电影用的相机是同一台。很遗憾，似乎这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辩驳的证据。爱迪生的律师只是抓住了美国的专利权法的规定，美国与法国和英国的专利不同。尽管路易斯在回美国前已经在英国和法国注册了单镜头相机的专利权，但在美国他所注册的专利仅包括初代的16个镜头相机，并不涵盖单镜头相机的专利，拒绝承认单镜头相机是由路易斯发明的。根据 BBC 所陈档案显示，当年美国的专利局似乎参与其中，并坚挺支持爱迪生才是电影机的发明人。3年后，1901年的一个黄昏，阿道夫被人发现死于一片树林当中，血腥而破碎。他显然是被人枪杀了，在他的身边发现了一把枪，所以有人认为他只是死于一场狩猎事故，或者是自杀。但伊丽莎白和姐姐玛丽坚持认为他是被人谋杀了。关于路易斯的失踪，在美、法、英3国引起震动，各种猜测铺天盖地。除了伊丽莎白坚称的路易斯是被爱迪生所害的观点之外，
其中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就是路易斯的弟弟阿尔伯特杀害了路易斯，因为阿尔伯特是唯一一个声称看到路易斯登上火车的人。根据《路易斯之死》的作者罗林斯的说法，阿尔伯特甚至通过火车的车厢窗户和路易斯交谈，但根据189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从未发现有一名乘客看到过路易斯登上火车。要知道，路易斯是一个身高1.9米的巨人，哪怕就是走在人群中也是鹤立鸡群，哪怕他只是坐在车厢里什么都不做，也会有人注意到有这么一个特殊身高的人。那么支持罗林斯怀疑是阿尔伯特为财谋害了路易斯的证据支撑又是什么呢？大家应该还记得，路易斯的母亲在拍摄完成后的10天就去世了，而阿尔伯特就是他母亲的遗嘱执行人。根据作家罗林斯的说法，路易斯前往法国的易容不仅仅是为了拜访阿尔伯特，更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母亲在遗嘱中所留的价值14万美元的遗产份额。但有趣的是，案件的调查人员并不知道关于遗产的问题，他们似乎也并没有质疑过阿尔伯特。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是阿尔伯特谋害了他的哥哥路易斯。但这个观点得到了路易斯家人的驳斥。伊丽莎白表示，她觉得这个说法非常荒诞。首先，阿尔伯特是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建筑设计师，并不缺钱。另外，路易斯临行前明确说过，很想早点把自己的新发明和弟弟分享。在阿尔伯特知道自己的哥哥马上就要发大财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为钱谋害于他？更不要说一直以来他们兄弟2个的感情非常好，他们的家族并不是那种会为了钱而自相残害的人。1890年，法国的塞纳河里打捞上来一个溺水男子，照片显示与路易斯极为相似。这张照片于2003年在巴黎的警方的档案研究中被人发现，一时之间，路易斯的死亡之谜又见报端。说是因为研究电影机，路易斯已经负债累累，在他去世前已经欠下银行6000英镑的巨款，因为无力承受，所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因被发现尸体太矮了，最终被否定了是路易斯本人。托马斯·爱迪生于1894年4月对其个人活动电影放映机进行了商业开发，因此在美国被誉为电影的发明者。而在法国，1895年的巴黎，卢米埃尔兄弟被誉为电影放映机的发明者，因其电影的首次商业展览而受到赞誉。在美国的利兹，路易斯被誉为当地的英雄。1930年12月12日，利兹市长在路易斯前工作室伍德豪斯巷160号为一座铜像牌匾揭幕。这个故事非常让人无奈又悲悯。如果现在再有人问你电影是谁发明的，你会怎么回答？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